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主要想和大家介绍一下我经常用的几种颜料，比如说这个呢是史明克的24色，是我最常用的一种颜色。然后呢，这个中间其实只有24色，是这一条到这一条。中间呢，这个是我自己加的，因为我已经用光了第一盒，这是我的第二盒。然后呢，之前的一盒呢，有一些颜色没有用完，因为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呢，有一些颜色真的挺难用的。比如说这个熟褐色，你看我有2个，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比较难用，所以呢我就有2个，然后我就把它放在了一起。然后这些有一些像奶油的颜色呢，这个就是我用其他品牌的一个管状的颜料去添加的。比如说我管状的颜料都是拿来作为我的补充颜色。这个呢是荷尔拜因的一个透明水彩，特别好看的一个颜色。然后呢，看这个有好多种颜色，我的奶油颜色就是这个，然后还有一些淡粉色，特别适合画人物，然后呢，它的颜色都透明度非常的高，总之就是很好看。然后这个呢也是史明克的，然后这个史明克的一些补充材料，比如说这个 olive green，橄榄绿，还有我自己最喜欢用的这个就是我自己最常用的、最喜欢用的，比如说这个群青，ultramarine blue， 就是这个是我经常添加的。所以你看也快空了，因为我这个颜色里面经常会用到，在这里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颜色。这个是一个深蓝色，但群青呢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去混色的一个颜料。然后这个呢也是一个荷尔拜因的24色，非常好用。看非常多的颜料，其实这个颜色呢跟这个荷尔拜因是一个品牌的，但是呢颜色的略微有一些不同，然后有很多的渐变色，所以呢有时候看到这么多漂亮的颜色就很想画，对不对？很想马上开始画画。然后呢，这个都是我的颜料，基本上，我还用过其他一些很便宜的颜料，比如说，澳洲的蒙马特，然后还有日本的樱花，但是我觉得都不是非常适合我，所以我用了这么多颜色的话，这个是我最常用的。我还有用无足的36色的，但是因为呢，也长，但是呢，因为我也用的差不多了，大家可以看，都非常的空，所以说就给大家看一眼。然后呢，其他的除了颜料之外呢，我最常用的几支笔，这支呢是我常用的，一支铅笔，非常的型号是0.5的，樱花的。对，这个是我经常拿来勾图用的。然后圆头笔刷呢，我经常用的是这个6号和12号。对，这个都是拿来上色，比如说背景的话，或者是面积比较大的，就用这个12号。然后细节一点的、小一点的用这个6号。这个品牌呢是大卫的，不对，达芬奇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是我画大幅的时候上色特别好用的。这个是小红笔阿瓦隆的，
这个其实是最小号0号的。然后这个是据说叫猫舌笔，然后品牌大家可以看这个，然后这个号码是3/4，这个也是特别好用的一支笔，画大幅，比如说湿画法的时候。然后这个呢就是的防水的针管笔。这个我通常用的01号的比较多，也是樱花这个牌子。最后一笔，是我经常用的一支笔，就是中国毛笔，但是非常适合勾线，就是细节刻画的时候特别好用。对，已经被我用的都掉漆了。这个品牌呢是秋红斋。对，大家可以在网上可以找到。好，这个就是我最基本的笔。然后呢，我用的这个颜料盘呢，其实就是我在厨房里面找到的。然后我觉得它特别平，然后呢，而且它有一点点的这个凹槽，这样的话水不会流来流去的。然后呢，它有一个好处就是白色的瓷盘的，它看的颜色会特别的清楚，这个是我觉得特别好的地方。然后呢，就是说，你看它没有一个隔层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我觉得特别自由。这样的话，我可以得到更多不同的颜色，在一个颜料盘里。就是有时候你要拿一些灰度的颜色的时候，这个方法就是特别快速，这样的话也会增加你一些不同的颜色，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不要用一种塑料的，用这种瓷盘的会比较好，或者你家有白色的圆盘、方盘都可以，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是我的海绵，看起来已经非常脏了，因为已经用了好几年了。然后就是我在每次，因为水彩它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它的，每次用色都是干净的，所以每次我在，比如说用一个颜色用完了以后，我会先在这里擦一下，然后再去我的水里面洗一下啊，我的水也有点脏，刚刚画了几幅画，这是我的一个海绵。然后清水呢，因为我有了海绵以后，我基本上就是用1杯水。如果说你没有用海绵的话，那么你可能要准备2杯水，1杯水用来清洁，1杯水用来混色，然后另外还有一个要准备的，我觉得一个是这个喷水壶。这个喷水壶很有用，就是比如说你在画之前呢，你的颜料其实是有点干的，这并不利于你去捏取颜色。所以呢，我每次在画之前呢，我就会给它喷一喷。对，如果你觉得脸很干的话，你可以顺便给脸喷一下，是不是一举两得？然后其他的我觉得也算是必须的，就比如说这个这个纸胶带，然后呢，每次你在画湿画法的时候，你可能会需要把它的边缘把它固定一下，因为这样的话，你的纸在经过了非常湿的画法以后呢，它还是可以保持一个比较平整的状态。但是呢，如果你买水彩纸是四面封胶的话，那么你可能也可以不需要这个。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个比较实用，因为你画的时候你可能会画不同尺寸的纸，所以说特别小、特别大湿画法，你可能就需要这个。而且它湿完了以后呢，留出的一个白边特别好看，就像已经裱完的画框一样的感觉。然后其他呢就最基本的还有一个纸，就是比如说给大家看一下纸呢，我
我会建议买不同的纸。初学者呢，你可以选择180克或者是300克的，然后还有更厚的其实。但是我们如果作为初学者的话，你可能会用从实用性考虑，还有经济性考虑。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画湿画法的话，就用300克的；如果你用的略微干一点的画法的话，那么你就用180克的。然后这个纸呢，它又分为这个就特别光滑的和那个粗糙的面。这个不同的在于，我个人认为它会制造一些不同的肌理。比如说这个今天这个就是比较滑的，这个呢就是可以画一些特别顺滑的细节，就是特别的过渡，特别的自然。如果说你要画那个，就是比如说像海面啊，或者是墙砖呢，你想要制造一些特别的肌理，那么你用一些粗糙纹路的纸就会特别的合适。就比如说大家看一下这个，我还没有画完，就是这个，你看它就会特别的细，颜色过渡的会特别细。然后粗糙的话，大家可以再给大家看一个比较细的，看这个就是细纹路的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每个过渡没有什么肌理，都是因为颜色的一个干画法或者是湿画法。所以呢，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不同的纸，它有不同的肌理效果。因为我最近都在画湿画法，所以呢，给大家展示的就是那个光滑的纸面。大概就是这些了。另外，比如说你要画别的东西，你可能会用到彩铅什么的。就像我其他视频里面，我会给大家有一些彩铅的视频，对。然后我也会买不同的品牌，所以这个呢，我会在另外的地方说。这个就是那个霹雳马那个品牌，特别好用。反正这个就是水彩最基础的东西，今天就展示给大家这些内容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